不可以！打死你个龟孙儿！一个后手的一击打完之后，马上接了一个镰刀。中国东北小伙遭空手道王者，踢馆使出100年难得一见卡夫踢，一脚残忍终结。后手的一击打完之后，马上接了一个。我是刘彻，来自中国，他现在是日本大级别的第一人，我也是中国的大级别一个，我会以 KO 的方式去终结，我会把比赛的结果交在我自己的手上。上次参加8人战的只有我一个亚洲人，他们的级别很大，他们的力量很大。但是呢，我喜欢这种挑战，就像几年前我的老师威瑞一样，没有人相信他，但是他也做到了，我也一样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是师徒，我们懂得传承。来自于中国东北的搏击东方巨龙刘策，来自于辽宁抚顺，28岁猛将，如今已是 K1 次重量级的现役冠军，更是首位获得 K1 年度 MVP 最佳选手奖的中国拳手。凭借18胜3负的骄人战绩，其中14次 KO 对手，在国际界硬生生打出一片天地。更令人震撼的是，他在2023年 K1 无差别大奖赛中，一晚连续3战3胜，3场全部 KO 对手，成为中国首次在 K1 无差级别夺冠的选手。好的，那么迎面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国辽宁抚顺的东北小伙刘策。好的，可以看到是国旗跟在这个身后，而且这个刘策可以看到这个身材啊是相当壮大啊，不愧是东北人啊，身材高大魁梧啊，在古代这就是妥妥的这个大将军体型啊。好，那么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选手，日本搏击界的悍将古川胜哉，是27岁的本土王牌啊，职业战绩11胜7负1平，曾击败 KG、工藤勇树等日本名将，在日本大级别是占据了一席之地。据说他极小就有极高的武术天赋啊，他的师傅中本直树在日本武术界有更高的地位。27岁的古川胜哉曾获得日本空手道冠军。2022年获得 K1 比赛的亚军，是日本大级别的王牌选手。曾经口出狂言，打中国人就像探囊取物，甚至扬言一个人就能把中国的所有格斗家全部消灭掉。这位非常狂傲的日本选手啊，身高将近2米，在擂台上是这个作风非常强硬，而且技术是相当的全面。比赛，然后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啊，古川胜哉在一开始啊就遭到了刘策的强烈打击。刘策面对这个日本小鬼子啊，不但是这个国仇家恨，而且啊，这个古川胜哉在赛前还放出狠话呢，让他更是啊非常的生气。现在可以看到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刘策的这个表情相当的愤怒，而且这个进攻力度啊是相当的有压迫感。假动作，好的，这个假动作转身，可以看到刘策第一开始啊就直接压制住了这个古川胜哉。这个你古川胜哉身高将近2米呀，大家看一下这个刘策啊，身高更的是非常的夸张啊，稳压古川胜哉一头。这号称日本界的格斗王者在刘策面前啊，像一个小孩一样啊。现在这场比赛也是 K1 90公斤的超级战啊，但是可以看到明显的刘策是比对手高出一头。这个魏瑞也会给他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古川胜哉在日本战绩也很好，也是这个有许多的同级别的选手是被他 KO 过的。是的，目前可以说是日本该级别的顶尖对90公斤级的头号人物。刘策一撇嘴啊，感觉今天还是比较有信心。好，又是使出一招这个非常经典的卡夫踢。刘策的这个卡夫踢简直是运用的炉火纯青啊，炉火纯青。刘策一直在保持跟这个古川胜哉打一个假动作。哦，连续的2拳，直接一个击倒。哎呦，又是 KO， 漂亮！古川胜哉被打的真是没了脾气。这边也是裁判直接进入一个读秒，看看我们的古川胜哉啊，空手道大师能不能站起来？哦呦，古川胜哉被打的没了脾气，直接宣布终结比赛。那么也是恭喜我们的刘策拿下比赛。哎呦，非常霸气，直接站在栏杆上。也是向这个当场的观众显示他的这个勇武，也是报喜了这个他的师傅魏瑞啊。好，那么也是让我们恭喜刘策再一次的 KO 了日本的所谓空手道王者，也是再一次拿下这个比赛的胜利，让我们恭喜他赢得本场比赛胜利。我们下期再见。
はい、テクニック、タイミング、スピードも、すごくある選手で、去你呀！日本拳手看不起中国选手，扬言中国人技术不行，实力差劲，结果遭中国坦克邱建良暴打，今后再也不敢嚣张。来自于日本的秋元浩贵是日本踢拳悍将，一度统治数量级。他的招牌风格是拳腿组合，攻防转换节奏多变，擅长使用低扫和膝撞瓦解对手重心，近身缠斗时冷不丁爆头。这一次，秋元浩贵挑战的是来自于中国的号称中国坦克的邱建良，是中国自由博浩贵选择挑衅邱建良，挑衅中国人，也是惹到了我们的邱。这是我见过最抗揍的日本拳手，硬扛拳手硬汉库托的332次重击，甚至让库托当场累到怀疑人生。龟田喜欢是日本前职业选手，超强抗击打能力著称，曾硬扛世界拳王库托的数百击重拳，打满12回合未被 KO， 被部分媒体称为史上最抗揍的日本拳手之一。职业生涯战绩27胜3负2平，24次 KO 对手，未获得过世界拳王头衔，但风格硬朗，打法激进，以不怕重击闻名。他的技术虽然一般，但是意志力非常顽强，被形容为天不怕地不怕，甭管你有多大腕，就敢追着你削。比赛中越被打越兴奋，穷追不舍。教练甚至需要中途提醒其深呼吸，拿下比赛为主。龟田的抗击打能力广受关注，甚至有部分媒体称其为生化怪物。其职业生涯以垫脚石角色挑战顶级拳王，虽然未曾夺冠，但是展现了日本拳手的韧性。而这场比赛，他的对手是来自于卡古阿斯的拳击天才库托，以其凶狠的重拳和全面技术闻名拳坛。他可不是一般的选手，而是能在超轻量级、次重量级和超次重量级3个级别都夺得过世界冠军头衔的顶级选手。他的左勾拳和右手重拳又准又狠，被全民称为户户重拳专家。库托的拳击风格极具观察性，既能打阵地战，又能根据对手调整策略，从早期的压力型选手逐渐进化为技术全面的剑客式重击手。库托出拳凶狠，意志顽强，技术全面。比赛他显示非常老道，能攻能守，抓法多变，善于抓对手弱点进行针对性进攻。而这场比赛，我们将见证前4个级别世界级拳王米格尔·库托与日本硬汉龟田喜观的超次中量级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将是史诗级的战斗。比赛一开始，库托就主导了开局，开场就展现出冠军风范，他的重拳组合如同雨点般砸向龟田喜观。第一回合就多次命中龟田喜观的头部，龟田虽然被重击，但是眼神坚定，继续向前推进。库托的反击拳路清晰，技术细腻，组合拳衔接流畅。这一回合，龟田展现出来钢铁意志，龟田开始发力，这位日本选手像坦克一样不断前压，虽然被库托的重拳多次命中，依然面无惧色。现场观众开始为龟田的抗击打能力鼓掌，不愧号称是龟田啊，这个像乌龟一样的防御能力实在是令人惊叹。他甚至在被重击后点头挑衅库托，战意高昂。现在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被打爽了。Is to see is Cotto still a top fighter. He keeps those hands moving and he's clipping Cotto. Back walking to the left hook like that, though. He put his weight forward, Roy. Very hard for the move Kamagai back. He lost it for a period of time in the middle of his career. Freddie Rose ethnicity to market fighters and ethnic rivalries. But you see Triple into the corner, willing to be the aggressor here tonight. 这场比赛也是进入高潮。库托的重拳打在龟田身上是啪啪作响，但是龟田的金钟罩铁布衫丝毫没有动摇。龟田开始找到库托的节奏，粘着的战术让库托难以摆脱。双方对攻越来越激烈，每一拳都牵动全场观众的心理。这场比赛现在已经进入白热化。But you see Triple into the corner, willing to be the aggressor here tonight. There's the right hand up. He wants to be an action guy. Blood already coming from the nose and the mouth. First couple of rounds, Yoshihiro Kamagai has kept on throwing and kept on coming. Cotto's age, coming off a loss, a long layoff. The question is he still Cotto? Watching a fight on television when he was.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3个回合，库托紧急加强攻势，试图在这一回合终结比赛。但是龟田仍然坚韧，不愧是号称王霸防御。
金猪罩铁布衫不断用前手刺拳干扰库托的节奏。比赛现在进入最激烈的白热化阶段，现在双方都在拼尽全力，直到坚持到最后1秒。Cotto just passed his personal record. An unpredictable version of what this fight could have been, but it's not the best Could, but I think, like right there, you almost did. But... Yeah, but he never did seem to. 好的，那么第12回合激战结束，库托凭借的技术优势和最精准的重拳，以最大的比分获胜，夺得空缺的 WBO 超次级中量级拳王金腰带。但所有人都明白，这场比赛的真正赢家是龟田的龟壳防御，实在是令人惊叹。好的，那么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注意看，这个外国选手真是贱得发光，在擂台上屡屡做动作挑衅中国选手，每次被击打之后都要做一个表情动作来恶心中国选手，心理战术那是玩的相当的溜。这个来自于罗马尼亚的马克西姆从2016年登陆拳坛以来，可是让中国选手吃尽了苦头。倒不是他的体格有多好，拳法有多强，而是这小子实在适合打心理战，非常喜欢用假动作来虚晃对手，而且每次打完之后都要用一个动作来嘲讽搞人心态，而且这小子还极度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就是欠揍，我会把我碰见的每一个中国选手的狗头都打爆，然后再狠狠地嘲讽他们。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也是正式开始，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马克西姆对战的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号称行走的坦克的邱建良。这一次马克西姆还要秉承着他的传统战术啊，这个只要对手对自己进行了一个无效击打，自己就要进行嘲讽啊，去攻垮对手的心理，让对手这个红温，对吧？让对手感到生气。可以看到，哎呀，马克西姆又做出来这个似笑非笑的贱动作来嘲讽邱建良，但是邱建良根本不为所动，继续的保持执行的自己的战术，如同一个装甲车一样去碾破对手。那可以说这个马克西姆真是非常贱，哎呀，又开始做动作，这个挑衅真的是非常的恶心啊！如果说你的心态稍微不好的话，就要被马克西姆这套搞得红温啊，搞得这个怒火攻心啊，可能就会急着去击打对手，从而中了对手的陷阱。不过这一次可以看到邱建良丝毫不为对手所影响，号称中国的行走的坦克邱建良这一次碰上了马克西姆，我只能说是马克西姆的一次非常艰难的经历，他要难受了。虽然说他之前非常的嚣张啊，非常的愿意挑衅咱们中国选手，还看不起咱们中国选手，但是这一次面对坦克邱建良，我觉得他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啊，笑不了几天了，就如同这个秋后的蚂蚱一般啊，蹦跶不了了。的选手一般来说，他们的打击速度并不快，是更擅长找寻自己的有效性的重击。哎呦，邱建良这边一套组合又是一个鞭腿，但是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邱建良这边的这个腿术还是相当的凶狠的啊，一个这个神龙摆尾，他自创的神龙摆尾相当厉害。7次 KO， 可以看到这个马克西姆笑容常开啊，每次这个邱建良进行一个无效击打之后啊，马克西姆都要做一个动作来恶心对手，又是做出来那套似笑非笑的啊，这个表情，真的是看着非常难受。邱建良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回敬，只能说邱建良可以看到邱建良也是多多少少会被马克西姆的这套打法给影响啊。心态还需要再打磨，但是在技巧上心态需要再打磨一下。邱建良这边直接猛攻，哎呦好逗，哎呦直接撂倒。马克西姆这个脸上还是挂着似笑非笑表情啊，这个邱建良点头回应。好的，这边马克西姆做一个防守，邱建良是一个比较擅长抓非常保守选手，邱建良是非常擅长进攻的这么一套选手。像比目前成那么面对马克西姆这种擅长防守还擅长恶心对手的人来说，那邱建良这套心态还是需要稍微再磨练一下。或者打佛，哎呦，这一套抱腿反击，哎呦，再来一个神龙摆尾，漂亮！马克西姆又做出来那套动作来挑衅邱建良。邱建良的移动就是不停。邱建良年轻是好啊，虽然说年轻可以注意看邱建良的步伐，容易上头，真的是，但是他的进攻是相当凶猛。好，那第一回合结束，第二回合我们一直在对比着这个大头祥的几位选手啊，魏瑞善控，铁银花善攻是，邱建良是善移动。邓泽奇是善冲，邓泽奇的那一套冲锋，如果一般的选手是很难挡得住。是，
其实这个呢，邱建良这边也是开始摇头晃脑来挑衅对手，配器一套，邱建良这边也开始摸清了对手的底数啊，也开始反击了。没错，你嘲讽我，我也嘲讽你，搞你心态啊！跳袭还是比我好还是怎么样啊？而且邱建良这边的冲锋相当猛啊，这个连续的这个阻隔击加上经验的观众可能会更能体会，让马克西姆吃不消。一直在做着马克西姆不是学嘲讽吗？你见真章的时候又如何呢？哎呦，马克西姆又抿嘴挑衅。这个本来在这个好的，我看你还能挑衅多少？邱建良这边猛接，是。如果你再去思维，邱建良这边的移动非常的不错，腾空给哎呦，直接抱腿再来。邱建良拉出来的连击，邱建良这边的移动是相当的厉害啊，打站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基本功啊是不落后于马克西姆的，这点我们不需要担心。对方的低位打斧高位击头。邱建良的这个眼手很有讲究，哎呦，马克西姆这一脚踢出来，自己都尴尬的笑了。这一脚自己方向外非常无效，想跟邱建良比腿啊，根本切出去。对，双方继续去打这个站立，两边继续迂回。感觉罗马尼亚这位选手，感觉马克西姆啊这边的这个速度是根本跟不上邱建良的步啊，邱建良的移速非常快。所以刚才这个张天刚老师经常是跟这个马克西姆打要进攻啊，可以看出来马克西姆根本吃不消这一套，跟不上从哪儿打呀？你说这个跟不上，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是两个人的节奏根本不在一起。邱建良，邱建良节奏非常好，后手拳，好的，这边打一套组合，走。邱建良这边还在走，邱建良这边还笑，哎呦，打开心了，他已经看出来了马克西姆的移动根本不行，西班牙 KO 马克西姆这个移动是根本跟不上这是马克这个邱建良的。可以看到马克西姆这边的面色已经变得凝重了，他意识到自己的实力根本跟不上邱建良，不玩点下三滥的战术啊，根本打不过邱建良。对。哦，好的，第二回合战斗结束，双方互致敬意呢，我们继续开始。在这场比赛呢，马克西姆并没有发挥出来太多自己的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进攻优势啊，他跟不上邱建良的这个节奏。邱建良的节奏太好了，邱建良一直在跟这个马克西姆打这个游走，步啊，没看到是一直转圈啊，戏耍马克西姆。训练的时候呢，教练经常会告诉我们，马克西姆这边还保在持移动，但真正做起来其实很少有人能做得到。这个时候邱建良是为数不多的一个。见真章了。哎呦，邱建良这边也开始戏耍对手了，假动作之后一个神龙摆尾再来。防守的时候，我们鼓励对马克西姆大量的这个拳法也是这样，哎呦，再来下肢方式进攻对方，打到这样的话会对对方伤害更大。要小心了啊，因为上肢拼上肢的话，绝对力量差不多的。邱建良打一个神龙摆尾，自己都是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了，可以看到反应速度啊，其实反应速度打起来也是挺有自信，跟不上邱建良的。就推着你跟你打，是这个邱建良的外号叫坦克啊。这场比赛感觉马克西姆更像。哎，马克西姆这什么意思？向裁判摆手无奈了，这不行啊，这样。但邱建良始终没有放弃进攻，邱建良根本跟不上邱建良，向裁判摊手抗议了啊！这什么意思？这个有点像这个被感觉自己被戏耍，告老师的感觉，经常是自己戏耍别人，但这是相对有效的进攻数，其实邱建良更高一些，马克西姆的进攻数非常的低。因为这个场边擂台，我们的边角是边长7米，是，那这整个的6角擂台会比一般的4角擂台要大。对，这个马克西姆可能这个打起来是有点费劲。完了，马克西姆的心态不好了，向这个裁判提出抗议了。是，邱建良一直在遛狗啊，一直在戏耍马克西姆，一直擅长戏耍别人的马克西姆，如今被邱建良戏耍了。边退边打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好。这时候又不高兴了啊！戏耍别人的时候不提，自己现在又不高兴了。这边邱建良直接抱拳，抓住这机会了，输出一些当中那个潜台词，我可逮着你了。现在看邱建良要不要搞一个直接 KO？ 因为这个场边擂台，我们的边角是边长7米，直接 KO 对手。那这整个的6角擂台会比一般的4角擂台要大。对，这个马克西姆可能这个打起来确实有点费劲。看到马克西姆这边速度根本跟不上邱建良啊，自己已经有点气败坏了。可以说在这场比赛，邱建良的战术是很成功的。虽然从观赏性上没那么好。虽然这场比赛从观赏性上可能没那么好，双方正面对抗的这个镜头啊非常的少，但是
邱建良的这个有效击打数是非常的高的。马克西姆表示非常的头疼啊，抓不到有效的击打。比赛结果毫无疑问，这场比赛也是邱建良赢得本场比赛胜利。这是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比赛，6个回合5次击倒，心脏不好的建议不要观看。剧情反转跌宕，堪称拳坛经典。麦当娜是阿根廷职业拳手，活跃于超轻量级和次重量级比赛，以强硬风格和重拳著称，喜欢抡大摆拳。而这一次他的对手是来自于美国的维克多·奥提兹，绰号恶童或恶魔，左撇子风格，快速凶狠。第一回合，奥提兹快速的组合拳推进，麦当娜边打边撤来到拳台角落，麦当娜退无可退，准备放手一搏，挥投右手拳的同时，奥提兹精准的前手平勾先一步到达。读秒过后，本该是奥提兹发挥的时刻，谁料麦达纳近身之后，前手虚晃以及杀气十足的后手直拳，让奥提兹措手不及，重重的摔落在地。这时的两个人才20出头，都是小伙子，身体素质真不是一般的顽强。在各有一次被击倒的状态下，状态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迅速在拳台中间反而是展开了一波激情四射的互殴。在第二回合快要结束的时候，麦达纳贸然向前与奥迪兹互拼重拳，奥迪兹前手下压，待到麦达纳转头的瞬间，踢上一记重重的后手勾拳，这一拳直接把麦达纳打翻在地，迎来了第2次读秒。麦达纳再次起身，被奥迪兹一通组合拳追击，2次被击倒的他其实有点反应迟钝，奥迪兹幻想此战了结此战，直接 KO， 无力支撑的麦达纳只能单膝跪地。裁判第3次对他读秒，此次读秒之后，回合的铃声拯救了麦达纳。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麦达纳是完全处于一个劣势，不知道他要怎么翻盘。奥迪兹面露喜悦，沉浸在击倒的声乐之中。No mindset on defense at all. And that's why these knockdowns, every one of them is happening just as the guys are coming in throwing punches, not while they're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punches. It's amazing we've had 4. 第3回合，奥迪兹攻势有所减缓，而麦达纳则是利用的技巧与经验，巧妙的周旋。麦达纳在过去的25场比赛里有24次 KO 率极高，奥迪兹26场比赛19次 KO， 都是 KO 率相当高的超级重炮手，在他们以往的比赛里，稍不经意的一拳就可以直接锁定胜局。但是这一场击倒并不意味着终结，双方都有着钢铁一般的下巴。麦达纳的职业生涯更是从来都没有被 KO 过，每次倒地，每次再站起来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凡有一丝胆怯，都无法获得胜利。Yeah, but I think overall he's been fighting good. Just shots and then hold on. Now they're trying to fight out of it. Ortiz is cut on the right eyebrow. 第6回合，麦达纳从逆境走出，打得奥迪兹节节败退，几个强力的重拳彻底摧毁了奥迪兹。在前几个回合，奥迪兹有多风光，现在就有多狼狈，被按在围绳上一顿胖揍。面对着裁判的读秒，摇了摇头，最终获得胜利的竟然是全场2次倒地的麦达纳。奥迪兹在赛后也是遭到媒体批判他的意志不够坚定，而麦达纳则是赢得了这场 WBA 超轻量级的拳王金腰带，这也是他的首个世界级冠军。